全球汽车出口量最大的10个国家。本期虎先生奇谈为您逐一盘点。今天我们聚焦全球制造业核心赛道汽车整车出口年度榜单。汽车产业是衡量一国工业完整度、供应链实力、国际贸易话语权的硬核标尺。一台整车出海，串联冶金、电池、电子、化工、物流上百条上下游产业链。出口总量直接代表一个国家在全球汽车市场的话语权。2025年全球整车出口总量突破2460万辆，世界汽车产业格局迎来颠覆性变革。延续数十年日德双巨头领跑的时代彻底落幕，中国汽车出口拉开断层领先的全新周期，北美代工基地产能持续扩张，欧洲老牌制造国出口规模稳中收缩，东南亚新兴汽车制造国加速崛起，榜单席位重新洗牌。榜单第10位，西欧老牌汽车工业强国法国。2025年整车出口总量 182.7 万辆，同比2024年 186.2 万辆，小幅下滑 1.9%， 也是前10榜单中连续第2年出口量负增长的欧洲国家。很多观众疑惑，法国拥有标致、雪铁龙、雷诺3大本土车企，为何出口规模长期垫底10强末尾？核心在于本土产能外迁、欧洲市场内卷、电动化转型滞后3大痛点。先拆解出口市场结构。法国本土生产车辆 77.3% 销往欧盟成员国，属于典型区域内循环出口，仅有 22.7% 的车辆销往欧盟以外海外市场。全球化布局广度远落后中日韩、墨西哥、德国。出口产能分配上， Stellantis 集团贡献全年出口总量 42.6%， 雷诺集团占比 51.3%， 剩余 6.1% 为在法建厂外资品牌生产车型。产品结构短板十分突出，出口主力是小型燃油代步车、紧凑型家用轿车。新能源整车出口仅 20.6 万辆，新能源渗透率 11.3%， 在全球前10汽车出口国当中排名垫底。对比历史峰值，2018年法国汽车出口量达到 231.5 万辆，短短7年萎缩近49万辆，下滑根源清晰可见。第一， Stellantis 全球产能重新布局，大量小型燃油车生产线搬迁至西班牙、摩洛哥、东欧低成本国家，法国本土整车工厂产能持续压缩。第二，雷诺全面退出北美市场，在中国、东南亚市场份额逐年缩水，海外独立销售渠道大幅收缩。第三，法国本土人工成本常年高居欧洲前列，同级别车型生产成本比西班牙高出 16%， 海外终端售价缺乏竞争力。法国汽车出口唯一稳固基本盘集中在北非法语区、阿尔及利亚、摩洛哥、突尼斯3大市场，常年占据法国海外非欧盟出口总量 61%。 依托殖民时代遗留贸易优惠政策，低价法系小车在北非代步车市场占据垄断地位。但放眼全球竞争，法系车缺少高端豪华产品线，智能电动3电技术储备薄弱，高端市场无法抗衡德系豪华品牌，平价新能源赛道完全被中日韩挤压，增长天花板肉眼可见。行业机构预测，2026年法国整车出口将维持175万至190万辆区间，很难实现大幅反弹。榜单第10名席位随时会被泰国、加拿大冲击取代。第9名，东南亚汽车制造核心枢纽泰国，2025年整车出口 206.4 万辆，同比2024年 189.3 万辆，大幅增长 9%， 增速稳居前10前列，也是榜单唯一东南亚国家新兴汽车制造力量代表。泰国没有本土国民汽车品牌，依托东盟自贸区区位优势，打造日系车企海外最大代工基地，凭借皮卡、混动车型出口快速跻身全球出口第9。泰国境内9大整车工厂全部归属丰田、本田、50铃、30日系车企，无任何自主整车生产线，产业模式与加拿大高度相似，纯外资代工出口，全年出口车辆 63% 销往东盟各国， 19% 输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大洋洲市场，剩余 18% 出口中东、欧洲、南非，外销市场布局比加拿大更多元。出口车型极具地域特色，中型燃油皮卡占据总出口 57%， 是全球最大皮卡出口国之一，混动燃油车占比 31%， 纯电动车仅 12%。 2025年泰国电动车出口 24.8 万辆，同比暴涨 86%。 EV 3.0 政策持续吸引中日韩车企落地新能源工厂，电动化增速远超法加两国。泰国汽车产业2大核心优势，一是东盟自贸区零关税政策，整车销往东南亚无贸易壁垒，物流运输成本极低。
二是东南亚低廉劳动力，整车制造成本比日本、法国低30%以上，平价燃油车皮卡具备极强价格优势，短板同样突出，产业完全依附日系外资企业，整车核心零部件、三电系统高度依赖进口，无完整自主研发体系。一旦日系车企调整全球产能规划，本土工厂将直接面临减产风险。2024年三菱缩减泰国皮卡生产线，直接导致当年出口增速放缓。2025年丰田扩建混动与新能源生产线，才拉动出口重回高速增长通道。横向对比，同属代工出口的加拿大、泰国出口总量已经实现反超，新能源产能布局进度大幅领先。随着比亚迪、长城、哪吒等中国品牌持续在泰国建厂投产，2026年泰国新能源出口将迎来爆发，整车出口总量有望突破230万辆，冲击榜单第8名，挤压法国、加拿大排名空间。第8名，北美北部跨国车企代工基地加拿大，2025年整车出口210.5万辆，同比2024年201.7万辆，小幅增长4.4%，增长节奏稳定平缓。很多观众会疑惑，加拿大没有任何本土自主汽车品牌，凭什么常年稳居全球汽车出口前10？答案藏在美墨加自贸协定的北美产业分工体系之中。加拿大整车工厂全部服务美国本土消费市场，是北美核心配套制造基地。加拿大全境5大整车工厂分别归属福特、通用、Stellantis、丰田、本田5大外资车企，不存在本土整车研发与制造体系。全年出口车辆 95.2% 直接销往美国本土，仅 4.8% 分流墨西哥、中东、澳洲市场，贸易结构极度单一，完全绑定美国汽车消费周期。出口车型以美式中型 SUV、全尺寸皮卡、家用 MPV 为主，传统燃油车型占比 88.7%， 新能源电动车出口仅 15.2 万辆，新能源渗透率 7.2%， 电动化转型进度在10强国家中倒数第2，仅优于法国。加拿大汽车产业核心红利依托美墨加自贸协定零关税规则，整车、零部件、跨境流通无贸易壁垒。安大略省汽车产业集群距离美国底特律汽车工业走廊仅200公里，上下游供应链物流成本极低。同时，加拿大拥有丰富铝、钢铁、矿产资源，整车原材料采购成本可控，但产业结构性短板无法回避。整条产业链依附海外资本，核心研发、车型规划全部由海外总部决定，本地无产业自主权。2023年，通用关停加拿大2座燃油整车工厂，直接造成当年出口短暂下滑。2025年，丰田扩建混动车型生产线，才带动出口小幅回暖。对比隔壁北美制造大国墨西哥，加拿大出口总量不足墨西哥2/3，新能源产能布局差距巨大。北美市场，美国本土持续加码电动车产能，外资车企逐步将新能源生产线向墨西哥转移。加拿大产业增长后劲不足，2026年很有可能被泰国超越，跌落榜单第8位。第7名，欧洲第2大汽车出口国西班牙，2025年整车出口237.1万辆，本土全年汽车总产量275.4万辆，出口占比高达 86.1%， 是欧洲出口依赖度最高的汽车制造国。同比2024年241.3万辆，微降 1.7%， 小幅收缩，但稳固守住前10第7席位。西班牙同样无国民自主汽车品牌，是 Stellantis、大众、雷诺集团欧洲核心代工基地，出口市场高度集中欧洲区域，全年 93.1% 外销车辆输送欧盟各国，仅 6.9% 出口土耳其、北非、拉美等海外市场，区域内循环属性极强。核心出口车企分为3大板块，大众集团旗下西雅特、斯柯达生产线贡献 38% 出口量， Stellantis、标致、雪铁龙小型车工厂占比 35%， 雷诺本土代工生产线占据 22%， 剩余 5% 为日产、丰田外资工厂车型。产品层面，小型代步燃油车、紧凑型轿车是出口主力，新能源整车出口 31.5 万辆，渗透率 13.3%， 电动化转型速度优于法国、加拿大，但落后中日韩、德国、墨西哥。西班牙汽车产业核心竞争力来自极低制造成本，人工、土地成本远低于德、法等西欧国家，是欧洲经济型小车最大生产基地。依托欧盟内部零关税流通优势，小型车批量供给欧洲各国下沉市场，常年占据欧洲小型燃油车出口半壁江山。但产业隐患十分明显，
车型以低端代步车为主，单车出口均价仅 1.28 万欧元，高端豪华车型产能空白，利润空间微薄，产业链高度依赖欧洲本土需求。一旦欧盟汽车消费下行，出口会直接大幅收缩。2025年，欧盟本土汽车销量疲软，直接造成西班牙整车出口小幅下滑。近年，比亚迪、蔚来等中国新能源品牌规划落地西班牙建厂，借助欧盟本土产能，规避进口关税，未来将拉动西班牙新能源出口增长。中长期来看，西班牙出口总量上限明显，很难突破300万辆关口，榜单排名长期稳定在第7、第8区间。第6名，全球第2大汽车消费国美国，2025年整车出口 274.3 万辆，同比2024年 268.1 万辆，增长 2.3%， 增速平缓。很多观众固有印象里，美国汽车产业以内销为主，忽略其庞大整车出口规模。福特、通用、特斯拉3大本土车企支撑起全球第6的出口体量。同时，美墨加分工体系下，大量北美代工车型从美国本土输送全球，出口市场分布相对均衡，37%销往加拿大、墨西哥、北美自贸圈，29%出口欧洲、中东市场，21%输送澳洲、东南亚，剩余13%覆盖南美、非洲。车企结构分层清晰，特斯拉新能源整车出口 82.6 万辆，占美国总出口 30.1%， 是美国出口增长唯一核心引擎。福特、通用燃油皮卡、SUV 合计占比 58%， 日系、韩系在美工厂代工车型占 11.9%， 产品结构两极分化，一方面是特斯拉纯电高端轿车 SUV， 另一方面是大排量燃油皮卡、硬派越野。新能源整车出口占比突破 30%， 电动化进度远超法、西、加泰传统燃油制造国。美国汽车产业2大独有优势：第一，完整全产业链覆盖，从燃油车动力总成到新能源3电系统，全部实现本土自主生产，不依赖海外零部件进口。第二，美式皮卡、硬派越野拥有全球差异化市场，中东、澳洲、南美对大排量燃油车需求稳定，形成独有的出口基本盘。短板在于本土生产成本居高不下，普通家用经济型轿车缺乏价格竞争力，平价市场完全被中日韩挤压，出口增量几乎全部依靠特斯拉拉动。贸易政策持续影响美国出口前景。2025年，美国对多国进口汽车加征关税，反向招致海外市场贸易壁垒。通用、福特海外燃油车出口增速持续放缓，未来美国整车出口增长高度绑定特斯拉全球工厂扩产节奏，若无新能源产能大幅扩张，榜单第6名席位很难向上突破。第5名，东亚成熟汽车制造强国韩国，2025年整车出口 291.6 万辆，同比2024年 273.4 万辆，增长 6.7%， 出口金额创下 719.91 亿美元历史新高，连续3年突破700亿美元关口。现代、起亚、杰尼赛斯、雷诺、三星4大车企撑起出口大盘，混动与纯电环保车型成为增长核心动力。出口市场全球化布局均衡， 28% 销往欧盟各国， 26% 输送北美市场， 23% 覆盖东南亚、中亚，剩余 23% 分散中东、南美、非洲。摆脱单一市场依赖，抗风险能力远超美、加、西、法区域出口国家。车企份额划分清晰，现代集团、现代加起亚贡献全年出口总量 87%， 是绝对核心。杰尼赛斯豪华车型占比 6.2%， 雷诺三星本土代工车型占 6.8%。 2025年环保整车、纯电、混动、氢能出口 87.45 万辆，同比增长 17.7%， 混动车型增速达到 30.1%， 完美对冲美国市场关税带来的出口下滑。韩国汽车核心竞争力集中在终端家用车、混动车型领域，产品可靠性、燃油经济性收获，全球消费者认可，品牌溢价介于平价中国车型与高端德系豪华车之间，精准卡位终端空白市场。韩元持续贬值，进一步放大海外价格优势，同时二手车出口迎来爆发，全年二手车出口额暴涨 75.1%， 补充整车出口增量。产业短板同样突出，动力电池、芯片等核心零部件部分依赖中国进口，高端纯电车型3电成本高于中国自主品牌。美国 25% 汽车进口关税直接造成对美出口同比下滑 13.2%， 依靠欧洲、亚洲市场增量才实现整体正增长。长期来看，韩国混动车型壁垒稳固，
但纯电赛道面对中国自主品牌性价比冲击，压力巨大。2025年，中国新能源出口规模已经是韩国环保车出口近4倍。未来，韩国整车出口增速将持续放缓，想要冲击第4名墨西哥难度极大。第4名，北美全球第一整车代工基地墨西哥，2025年整车出口342.8万辆，同比2024年307.5万辆，暴涨11.5%，是10强榜单增速最快的传统制造大国。墨西哥无本土自主汽车品牌，依托美墨加自贸协定，成为全球跨国车企最优海外建厂选择。丰田、大众、通用、福特、宝马、特斯拉全部落地整车工厂，出口规模超越韩国、美国、西班牙等传统强国，出口市场极度绑定北美，全年 92.7% 整车销往美国、加拿大，仅 7.3% 出口拉美。中东市场结构单一，但北美庞大消费体量足以支撑全球第4的出口规模，外资车企产能分配均衡。日系丰田、本田工厂占出口总量 32%， 美系通用、福特占 29%， 德系大众、宝马占 23%。特斯拉墨西哥超级工厂2025年投产，贡献 10.4 万辆新能源出口。韩系现代起亚工厂占 6%， 产品结构兼顾燃油与新能源。美式皮卡、中型 SUV 是燃油出口主力。特斯拉、大众新能源车型快速放量，全年新能源车出口 46.3 万辆，渗透率 13.5%。墨西哥产业核心红利无可替代。北美零关税贸易通道，美洲最低整车制造成本，靠近美国核心消费市场的地理优势3重叠加，大量车企关停全球其他区域高成本工厂，持续向墨西哥转移产能。2025年，宝马、特斯拉、大众均完成产线扩建，直接拉动出口2位数增长。短板在于完全依附海外资本，无自主整车研发体系，核心零部件进口依赖度高，出口市场高度绑定美国。一旦美国汽车消费下行，出口会遭遇剧烈冲击。随着更多新能源产线落地，2026年墨西哥整车出口有望突破380万辆，持续拉近与第3名德国的差距，是未来榜单最大变量。第3名，现代汽车工业发源地德国，2025年整车出口317.2万辆，同比2024年330.6万辆下滑 4%， 连续3年出口总量收缩，老牌工业强国增长乏力，被墨西哥快速追赶。大众、奔驰、宝马、奥迪豪华品牌矩阵，支撑起全球第3出口席位，也是全球高端汽车出口绝对龙头。出口市场覆盖全球，欧盟内部市场占比 41%， 北美 22%， 中国亚洲市场 18%， 剩余 19% 分布中、东、南、美、澳洲。高端豪华车全球认可度极高，车企份额划分，大众集团、大众、奥迪、斯柯达占总出口 56%， 奔驰、宝马2大豪华品牌合计 37%， 小众保时捷、欧宝等品牌占 7%。 出口核心优势集中高端赛道，单车出口均价全球第一，豪华燃油车、高端纯电车型利润空间远超日韩。墨西哥平价车型，但产品转型节奏缓慢。2025年新能源整车出口 62.4 万辆，渗透率 19.7%， 虽高于多数国家，但新能源增速远落后中国。德国出口持续下滑3大核心原因：第一，本土人工、能源成本常年高居全球前列，大众、宝马持续将平价车型产能外迁西班牙、墨西哥、匈牙利。第二，传统燃油车全球需求萎缩，德系主力燃油车型销量逐年下滑。第三，中国自主品牌新能源抢占欧洲终端市场，德系平价电动车价格竞争力不足，欧洲本土市场份额持续流失。德国唯一不可撼动的壁垒是豪华车品牌积淀，高端赛道暂时没有对手能够替代，但中长期产能外迁、电动化转型迟缓2大问题无法解决，出口总量将持续缓步下行。第4名，墨西哥产能扩张完成后，2027年前后存在被超越风险。第2名，曾经连续30年全球汽车出口第一的日本，2025年整车出口 418.6 万辆，同比2024年 432.1 万辆小幅下滑 3.1%， 连续2年出口负增长，彻底告别全球榜首宝座，被中国拉开断层式差距。丰田、本田、日产、马自达、铃木5大日系车企构成出口基本盘，混动车型是日系唯一稳定增长板块。出口市场全球化布局成熟，亚洲市场 36%， 北美 27%，
欧洲 19%， 澳洲与非洲 18%， 无单一市场过度依赖。车企结构高度集中，丰田单独占据全年出口总量 47%， 是日本汽车产业压舱石。本田、日产合计 31%， 铃木、马自达等小型车企占 22%。产品层面，混动燃油车是日系核心壁垒，全年混动出口 126.3 万辆，全球市占率遥遥领先。但纯电转型严重滞后，纯电动车出口仅 29.7 万辆，渗透率不足 7.1%， 是头部出口大国，电动化进度垫底国家。日系汽车两大传统优势，混动技术成熟稳定，全球线下经销商渠道覆盖完善，东南亚、大洋洲、非洲市场认可度根深蒂固。但致命短板已经全面爆发，纯电赛道战略失误，研发投入节奏缓慢。面对中国新能源汽车成本、技术双重碾压，本土制造成本持续走高，经济型小车产能大量转移泰国、印尼，海外多国出台燃油车禁售时间表，长期压缩日系燃油混动车型出口空间。对比巅峰时期1985年685万辆出口记录，2025年日本出口量缩水近 40%， 下滑趋势不可逆。混动仅能短期稳住基本盘，纯电转型缺位会持续压缩全球市场份额，与第一名中国的出口量差距还将逐年扩大。榜单第一名，全新全球汽车出口霸主中国，2025年整车出口 832.4 万辆。依据海关总署完整统计数据，同比2024年 640.5 万辆，大幅增长 30%， 出口总量近乎第二名日本2倍，断层领跑全球。连续3年坐稳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宝座，彻底改写延续100年的世界汽车产业格局。其中，新能源整车出口343万辆，同比暴涨 70%， 新能源占总出口比重达到 40.6%， 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绝对核心引擎。出口市场实现真正多元化、均衡布局。2025年，墨西哥 62.52 万辆成为中国汽车第一大出口目的国，俄罗斯 58.27 万辆，阿联酋 57.19 万辆紧随其后，英国、巴西、沙特、比利时、澳大利亚、菲律宾、哈萨克斯坦构成10大核心海外市场，覆盖北美、欧洲、中东、东南亚、中亚、澳洲6大板块，摆脱单一市场依赖，抗国际贸易风险能力全球第一。出口车企百花齐放，自主品牌撑起绝对主力。奇瑞全年出口 134.4 万辆，位居全球车企出口第一。比亚迪 105.4 万辆，增速翻倍。上汽95万辆，长城44万辆，吉利41万辆，长安35万辆紧随其后。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、一汽、广汽合资车型补充增量，形成多层次产品矩阵，从3万级代步车到30万级高端新能源全覆盖。中国汽车出口碾压全球的核心底层逻辑，在于全球唯一完整汽车全产业链体系，上游锂矿、稀土、电池材料自主可控，中游电池、电机、电控、3电技术全球领先，下游整车工厂遍布国内，同时在泰国、巴西、墨西哥、匈牙利落地海外本地化工厂，规避各国进口关税。制造成本、新能源技术、智能座舱配置3重优势叠加，既能抢占发展中国家平价代步车市场，又能冲击欧洲、北美终端新能源赛道。对比传统出口强国，中国同时兼顾燃油车与新能源双线增长，日系固守混动，德系绑定豪华燃油，墨西哥、西班牙纯代工，韩国终端混动的单一赛道模式完全不具备竞争优势。2025年，中国汽车出口金额达到 1424.6 亿美元，单车均价稳步提升，告别低价内卷，品牌附加值持续上涨。行业机构预测，2026年中国整车出口有望突破1000万辆，与第二名日本的差距进一步拉大。全球汽车出口第一的席位将长期牢牢锁定，世界汽车产业正式进入中国主导的全新周期。以上就是2025年全球整车出口总量前10国家完整榜单，从第10名法国 182.7 万辆到断层第一中国 832.4 万辆，10组数据清晰勾勒出世界汽车产业权力更迭的全貌。欧洲老牌制造国产能收缩，北美代工基地稳步扩张，东南亚新兴势力快速突围，中日2大亚洲制造国完成地位互换，新能源技术成为改写榜单排名的核心变量。未来几年，电动化转型速度、产业链完整度、海外本地化布局将决定每个国家汽车出口的增长上限。